大家好，在上一期视频中，赤霄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当前环境下的阵容强度，但阵容强度只是一个参照，不同装备、不同海克斯都会导致同一个阵容有着不同的强度表现，只有合理的搭配才是最强的。所以这把灵活摇摆阵容的对局，将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前期是如何对装备和阵容进行摇摆的。这里照例分析一下海克斯的选取。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能够合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无尽来进行过渡，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质量，我们甚至都没有一张2星1费卡。这里最好的选择是找到一个不错的经济海克斯，在下面连败划水，一旦有机会再重新打连胜。但我们这里并没有刷出来一个适合连败的海克斯，我们选下便携断炉，便携断炉里也并没有开出很好的东西来。要注意到的是，我们在开启便携断炉的一瞬间，是可以看到我们底下嫖的牌的。这里看到我们底下嫖到了2张炸弹人，就有想要去玩炸弹人的冲动。这里选下了破剑者来作为一个前排装。其实如果要走炸弹人的话，无中恨意是一个更不错的选择。但这里我们如果选择无中恨意，装备的通用性就会变差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锁下破剑者。这里如果要玩炸弹人的话，我们就不能合这个无尽了，并且我们就算合上无尽，也无法打出一个连胜的压制，所以我们不要合装备，我们选择在下面混一混。在2-2，我们找到了2星的诺手，这里其实是一个关键的选择节点，因为我们如果要上诺手的话，开不出2监察，也要下掉我们的2哨兵。但这里体感下来，炼金丹顶经常会把攻速给到自己，并没有什么效果。一个2星的诺手虽然开不出双监察，但大概率也能通过碎剑者打出2次大杀四方。这样的话，我们的战力反而会提升。所以在最后1秒还是把诺手给换了上去。来到2-3，这里还是开不出来2监察，不过我们嫖到了一个双统领，上蛇女换下史密奇，感觉稍微会变强一点点。这里遇到的3家对手都不是很强，我们凭借一个2星诺手的强势，还是成功的走出一个3连胜。选秀这里，如果我们要玩炸弹人的话，最好就去为炸弹人找青龙刀，但因为我们的名次比较高，我们根本抢不到眼泪。这个时候我果断转换了策略，选择拿下了魔抗做饮血剑。因为炸弹人这个阵容虽然可以偷分，但并没有那么强，他在没有2星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过渡。而一个2星诺手在代买2件神装的情况下，能够轻松的帮助我们连胜和过渡。在后期也可以通过这2件装备转到一个像6极客或者外交的战士阵容里。既然选择了给诺手和饮血剑打连胜，我们就果断放弃掉炸弹人，这样的话能够腾出4块钱来吃利息。同时乌鸦和娜美也是一对非常不错的过渡组合。由于我们合下了饮血，我们基本必须要考虑带一个战士。那么这个时候能带魏的极客以及带安倍萨的外交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我们在5连胜，我们和青羽将影响我们的连胜，所以我们选择合下红 buff 和偷来继续增强我们当前的实力。我们有一个小妮蔻，有这个小妮蔻其实是玩外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外交有大量的3费牌可以去追3。加上外交在中期能够通过层数爆出一个小妮蔻来，我们通过2个小妮蔻，很大概率能够找到一个3星，极大的增强我们的实力。不过还是要看接下来的发卡与海克斯。来到海克斯选择环节，人又头晕了，这3个又一个都没法选，无论是王冠意志还是这个长矛，我们都没法合出一件装备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而法力流在有娜美的情况下又不是很强，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件精灵神器，至少能作为半个经济海克斯和半个战力海克斯。这里收集者可能会更好，但由于我们的乌鸦不是物理系的，我们还是选择了投机者来作为打钱的装备。这里不要选择头盔，头盔在前期能够打钱，但在后期基本上算是少一件装备。我们这里由于装备数量不多，并且极客的基础牌也很少，基本已经决定要放弃极客牌了。所以这里还是要更多的留一下外交的牌。可以看到我们虽然7连胜，但是在没有经济海克斯的情况下，其实经济还是一般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优势很大，但如果外面的外交同王很多，我们抽的还不好，其实很容易把这种连胜的局搞到老7老8的位置。
我们这里的四征服打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乘数，我们肯定能收到第二个 Nico，所以在这里肯定是走外交法会比较好。同时去追娜美和乌鸦的双3星，任何一个能够3星，都对阵容有着非常高的提升。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发条猴子，爆出了一个光明锻造器。我们这里其实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装备能够去升级，和光红 buff 会导致攻速的溢出，和银血给安倍萨不是很强。我们选择合成一个光明偷偷来，因为我们有很多拆卸器没有使用，我们可以灵活的应用拆卸器，让光明偷偷变成一个幸运偷偷来，极大增强我们的过渡能力。感觉特别奇特，每次一把素材不错的时候，装备都爆得特别烂。这里我们居然连一件法系的输出装都合不出来，这鬼书肯定是合不了的。而魔抗这么多又不好消化，我们肯定是选择合成龙牙和血手来进行消化。那这样的话，大棒又合不出来一个合适的法装了。这里观察了一下外面的局势，只有一家同行。其实这里就算有2家同行，也最好不要抢上8去递，很容易递不出来4外交就直接崩了。况且这把我们一定会有2个 Nico， 我们还要留着足够的钱来慢递出3星的乌鸦或者娜美。来到海克斯选择环节，这里我们已经主动停了一轮了，所以绝对不能再拿第2个经济海克斯。而光明装这版本全部都削弱过属性，在一个多 C 的阵容里也并不显得特别强势。冠冕在任何一个阵容里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优质的海克斯，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乌鸦还正好缺少一件关键的输出装备。我们这里开始抽卡，可以看到抽的非常烂，我们居然没有抽出来4外交，并且乌鸦和娜美的数量也非常的少。这里飞机虽然抽到2了，但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装备给它。攻速装对于飞机来说是收益很低的装备，我们心一狠直接把飞机卖掉。回过头来，这场对局还没有打过这家蓝发，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就算我们9连胜，很有可能连4外交都抽不出来，一直尴尬在那边好久，然后落到一个老7老8的位置。出去看了一圈，其实就一家同行，也并没有拿很多的概率，就纯粹是抽不出来而已。外交这套阵容就是需要非常多的经济，一旦抽卡出现一些问题，很容易导致整把的节奏产生断裂。所幸我们在4-3还是把盖伦抽了出来，要是这4外交再抽不出来，这把可能就要老7老8走了。现在还没有减抗，我们选秀拿下离子来作为我们的减抗。我选择把光明偷偷换给蜘蛛，这里我们娜美和乌鸦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并且我们多了一个人口，上的杰斯有点尴尬，我们最好还是能上9去开出4唤醒来增加我们的实力。我们来到异变选择，我们这里需要存钱赶紧上9，所以遇到一个不错的收集者就直接拿掉了。这里我们场上的怪大部分都是1星，感觉会持续的掉血，所以还是忍不住多抽了几下，然后发现1张牌都没有。法位卖掉了之后又多抽了一下，居然抽出了2星盖伦，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把手里的娜美给卖掉，索性我们就直接把娜美卖掉，这样我们就铁了上9开4唤醒的心了。打完野怪，我们补强了一件板甲。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我们干地也递不出什么质量来了。我决定看2波，如果我们持续的连败，我们就干脆在8级抽干；如果我们能小赢2波，我们就借助血量优势扛着上9。在5-2遇到了一家有最后机会的梦魇，幸好我们的娜美偷了2件神装来，强行把梦魇给灌死了。
并且侥幸赢过这一轮。在5阶段我们有输有赢，我们出野的时候终于可以拉9了。由于我们这里有一张梅尔可以去带光明偷偷，所以我们这里也开不出4唤醒了。我们在9级乱递一通，基本上啥都没递到。3星的娜美和乌鸦也遥遥无期，直接放弃掉了。不过我们凭借一个梅尔还是非常的强势的。虽然我们比较普通，但这把外面好像也没有特别强的人。外面最强的就是这家蓝发了，2星的蜘蛛，2星的妖姬，还有一张维克托。我们打这种阵容最为劣势，因为阵容本来就比较脆，再加上蓝发的蜘蛛、蓝发、维克托3连控，我们基本上打不出什么输出来。但没想到这家一直被我们暴打的哨兵列娜塔居然成功的打赢了对面，真是一物降一物，云顶的吃鸡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当前云顶的大环境下，阵容和阵容之间有着自己独特的强势点和克制关系，所以并没有一个绝对强势的阵容，也没有一个绝对弱势的阵容，主要还是看整体的节奏与装备搭配。这也是我在上期视频为什么说阵容梯度图并不代表绝对的强度，每个阵容都有每个阵容自己的玩法和特性。到这里，赤霄的视频基本就要结束了。我希望每一个看我视频的人都能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